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炸了？真炸了？是的，李少，不仅炸了，据悉将领级别的中东某高官极有可能已经丧生在了这场冲突中。这次冲突绝对会愈演愈烈，您购入的那些国际原油至少会飙升到100美元一桶，甚至是100美元一桶只是起点。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李海滨狂咽口水道：好，我知道了。李少，有什么一手消息我会立即跟你汇报的。就目前而言，那些资本大鳄已经开始涌入国际原油这个战场了，价位现在已经开始飙了。李海滨挂断电话，整个人宛如石化的病人。50亿，他跟张强一样，缩了50亿砸入到当时价位只是40美元左右一桶的国际原油中。这要是涨到100美元一桶，那他砸进去的50亿将会一举翻倍成130亿，这还是最少的。叶哥这是料事如神了呀！短线暴利，这他妈又是短线暴利！我就知道叶老弟出手肯定是冲着短线去的。海滨，这波50%的利润是不是稳了？50%吗？不，恐怕是叶哥低估了。咱们入手的时候不是40出头美元一桶吗？很快就会飙到100美元一桶，甚至100美元这个价格都还是极点。你说什么？100美元一桶？张强麻了。虽说上次做空特拉暴赚几十亿，但那是建立在心惊胆战的50倍杠杆下，而这一次，即是说除去本金后，到时候能赚到的或许远不止70-80亿。此时张强感觉自己就是在做梦似的，他何德何能？何德何能啊！半年时间，身家从几千万直逼200亿。现在就看中东那边会不会做出反击。如果做出反击的话，那原油价格突破100美元一桶肯定是板上钉钉。就目前而言，概率已经超过了90%。可是叶哥当时怎么说只有50个点？那也是叶哥的预测而已，估计是他也没料到中东那边的将领级指挥官会丧生在袭击中。现在的性质已经截然不同了。到时还是看叶哥怎么说的吧。不同于李海滨会有一些相对而言的主见，张强对叶松已然是身处在盲目地步中。亲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形势走到这一步，50个点肯定是满足不了叶哥的。那他要是50个点就撤场了呢？李海滨顿为哑然沉默。到时再看看。您好，请问您找谁？叶松一进去，立即被前台给叫住。主要是上次叶松来乾隆游戏公司发起收购时，除了3位核心成员，其他工作人员全都因为发不起工资走光了。您是无暇高的叶总？对，是我。从无暇高刚冒头被质疑那时开始，再到无暇高垄断全市场成为吸金机器，无疑早就让叶松成了网络红人。不仅往事被扒得精光，长相样貌同样也是广为人知。这是要来收购我们乾隆游戏公司不成？您是来？没等前台说完，是位股东的一名研发成员正好从里头走出。叶总，真的是你？咱们今早才说完，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忘了咱们公司啊？老徐还念叨着要不要给你打个电话，他在河西研发室里头，咱们先过去。好，那就走吧。叶总，我以为你忘了咱们公司啊。好说歹说都是花几千万收购的，这能忘了吗？接着正色起来。轮回这款游戏是你们的心血不假，但同时也是我的希望所在。我是真的憧憬轮回席卷全国那一天了。叶总，咱们有这个信心，不会让你的收购打水漂的。那就行。现在研发到什么阶段了？55%的进度，比你收购时增长了10%的进度。虽然3-4个月过去了，只比之前的进度多了10%而已，但徐英杰并没有半点尴尬，因为这种进度放在业界已经是超快的了。当然，这种速度也是建立在烧钱的基础上。徐英杰本以为叶松一个外行人会觉得进度过慢，就在他准备解释时，殊不知叶松却是满意地点了点头。10%的进度增长，这个效率很可以了。一开始时注入公司账面的那1500万，差不多烧没了吧？对，研发进度是跟烧钱进度成正比的。叶总，不瞒你说，如果你今天不来的话，我想我也要给你打电话要经费才行了，因为现在账面上是真的没剩多少钱了。没事，虽然我不懂得如何去研发游戏，可也知道研发越往后越烧钱，肯定不是区千百万就能搞定的。这样，我给你们的预算增加到2个亿，你们在研发上进行升级，同时也尽量加快研发速度。2个亿经费？对，钱不钱的无所谓，主要是我想快一点见到成果。叶总，如果有充足的研发费用，就好比要是有了2个亿经费，最多不超过1年，轮回就能面世。这是军令状吗？胜似军令状。好，2个亿的经费我会在这几天里就公司账上注入，别让我失望了。保证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对了，叶总，还有件事，那就是咱们已经把轮回的手游开发出来了，基于端游的大概框架开发的。咱们的想法是，要不要往市场中进行投放，先让玩家从手游开始，等端游面世后，好能进行无缝衔接。手游，你们什么时候弄的？昨天才完善好的，总共花了2周不到。不过叶总你别误会，咱们并非是占用端游的研发时间去搞这个的，由于有着端游的大框架在，所以咱们用不着费上很大心思。如果说手游面世会影响到端游吗？叶总，你放心，这个问题咱们早就考虑过了。
捡起芝麻丢西瓜这种事，咱们肯定不能干，因为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我就是担心到时被鹅厂给超过去了。若是出于给端游铺路的话，鹅厂要是超过去，这对咱们不见得就是一件坏事。这样，你先把游戏传给我，我体验体验先，回头再做决定。得，我这就安排。在徐英杰三人的目瞪口呆中，叶松玩了将近半个小时后，这才退了出来。叶总，你觉得这款手游如何？虽然画面感差了些，但体验下来还是不错的，有几分端游的既视感，还是挺好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会不会有团队根据这款手游去开辟端游？叶总，这个不用担心，且不说想要开辟端游需要很长的时间，对方不可能能赶在咱们之前。还有，别看我之前说担心这款手游被鹅厂抄去，实际上他们想模仿抄袭是很难，是无从下手的。而且光是在防止被抄袭的问题上，咱们在起初阶段就下了很大功夫，注册了相关的数千个专利，就算真抄袭出来了，也必将一告一个准，哪怕是有着南山必胜客之称的鹅厂，都得栽跟头。那就好，等完善之后，等你们觉得可以进入市场之后，就直接投放吧。行，既然征得叶总你的同意了，那咱们就把轮回手游提上日程。可以。叶哥果然料事如神。少拍马屁，你们三个跑到乐子来干嘛？我们主要是想找你聊聊国际原油的事，听听你现在是怎么个看法了。叶哥，不知你有没有时时关注着在中东那边的事儿？怎么？叶哥，就在咱们过来之前，中东那边已经释放出箭在弦上的报复信号了。另外，中东民间也是爆出募资了6000多万美元花红，悬赏大洋彼岸那个疯子的人头。这场大战已然在所难免。然后呢？叶哥，现在无数资本炒家都涌入了国际原油这个圈里，可以预见到，在大洋彼岸跟中东那边的战火冲突下，国际原油的价格势必会一飙再飙。你是怎么想的？叶哥，根据各路信息的汇总，我觉得这波国际原油的涨价肯定会涨破100美元，这个可能性超过90%。但你之前说过，说最多只能涨50%，当时你可能料想不到大洋彼岸冲突会愈演愈烈，否则你的预期肯定不只是涨价50%。你是笃定原油的价格会突破100美元一桶，想从我这儿得到这种笃定之余的相应认可，是吗？叶哥，不可否认，关于接下来的原油价格会突破100美元一桶这事，我的确是想从你这边得到认可。但是，认为国际原油会在中东跟大洋彼岸这波战事冲突中会冲破100美元大关的，不仅仅是我，还有诸多已经入场的资本炒家。我理解你的笃定，但我还是保持之前的看法，最多50个点，国际原油突破不了100美元的大关。别说100美元，70美元估计都突破不了。叶哥，你这打不起来，顶多就是中东那边做出一些看似阵仗不小，但实际上威力不大的所谓反击，为的就是给自己找个台阶。估计这场风波也就这么过去了。大洋彼岸那头就这么算了，我还是想不明白，一旦真如叶哥你说的那般，那么大洋彼岸这波搬起石头自砸脚的操作可是有够丢脸，有够折损形象的。想不明白就对了，我也想不明白，怎么是50%的盈利满足不了你，还想着往高位去蹲吗？没事，既然你觉得冲突升级导致原油价格能突破100美元一桶，那就依着你的想法来吧。我只是把自己的看法拿出来剖析罢了，不一定就是对的。那叶哥你呢？你是蹲暴涨50个点，还是蹲更高？我吗？50个点就够了，等到价格涨到入手时的50个点。海滨，你帮我把我那份进行撤场就行。叶老弟，中东那头跟大洋彼岸真打不起来。踌躇中，郑天河有点挣扎的咽了咽喉。50亿本金砸进去，50个点，那就只能赚个25亿。可要是如李海滨说的那般，50亿本金，最不济都能赚到70-80亿。打不起来。叶哥，我再琢磨琢磨。你们自行看着办就是，但是在50个点的时候，记得帮我抛了。好的，叶哥。